很久以前，在一个贫瘠的部落里，生活着一个可爱的男孩。几乎每一天，他都会牵着家里唯一的那只小羊，爬上山顶，站在树下，一起眺望大海。一天，东南季风吹来了一艘大船，男孩和小羊蹦着、跳着、奔跑着，来到了海边。船上下来了几个长着大胡子的商人。商人们得知这里什么都没有，非常的失望，于是准备在第二天风起的时候离开这里。他们问男孩，愿意不愿意做船上的水手，和他们一起到海的尽头去看一看金子一般的世界。男孩心动了，但是小羊似乎嗅到了危险的气息，他不停地用犄角攻击对方。一个商人摘下帽子上一根孔雀的羽毛，对孩子说：“我愿意用这根珍贵的羽毛来换你身边的这只羊。”男孩回答说：“不，我绝不会出卖自己唯一的朋友。”说罢，他带着小羊离开了。山坡上，男孩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小羊不见了。不论他怎么呼喊，都没有回应。男孩用力地吹着口哨，奔跑着四处寻找。日落时分，男孩再次来到海边。突然，他闻到了一阵香味。他看到海滩上，商人们围着篝火，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着烤肉。一张羊皮拴在了商人的腰上。男孩发了疯一样的奔跑过去，他要和商人们去拼命。商人轻轻地推了一下，男孩便重重地摔在了沙滩上。商人对男孩说：“只有弱者才会为吹散的沙丘哭泣。来吧，如果你是赢家，那我会邀请你做今天晚宴上的第一位客人。”也许就是在那一刻，男孩似乎明白了什么。第二天，当海风吹起的时候，男孩登上了那艘大船。缓缓地，船驶离了海岸。身后是贫瘠的部落，远方是海的尽头，是金子一般的世界。男孩成为了一名水手，他的手里紧紧地握着那只孔雀的羽毛。岭南荔枝，必风靡于大唐全境，故荔枝绸必为稳货而无亏之交易也。此荔枝绸每500文为一筹，望百姓踊跃购之。若荔枝运道通，则荔枝绸价必倍增焉。荔枝绸，我估摸着跟海帆绸是一样的吧？哎呦，吃一堑长一智啊！
想当年啊，海帆仇都赔死了。安静，安静。哎呦我，诸位，我啊知道你们心里顾虑的是什么。你们想想，当年的海帆仇，那是个海盗发放，是吧？人一死就没人负责了。可今天这荔枝仇是官府发放的，晋有刺史府，元有庙堂里的圣人，这就是天大的保障啊！实话跟你们说啊，这商人们一直想抢这块利益，但是刺史府呢心有岭南百姓，想把这份好处实实在在的放到你们的手里去，造福一方嘛，是吧？你们都看到了啊，那个荔枝使做的实验，这次就是要把高州荔枝运到长安，让圣人品尝，到时候咱高州的荔枝可就风靡大唐了。多少钱一筹啊？500文一筹。有想了解具体情况的，上那边去啊。走，看，军爷，老板，您再给好好讲讲这个。荔枝筹令，岭南荔枝社，圣人特遣荔枝都使于此。苏老，这荔枝筹到底什么情况？我想诸位心里一定清楚何刺史的为人，他发卖荔枝筹多半是要借机谋利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们出手，那可就帮了刺史府的大忙了。啊，一旦百姓跟风而至，将大量钱财投入其中，那滚滚的钱财流向何方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能投。还有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诸位对曾经的海帆仇一定还记忆犹新，心存忌惮吧？当初海帆仇崩败，就是何有光搞的鬼，害我赔了不少。对呀，不是，他又开始发愁了。我第一个抵制，我也一文钱粮。哎，住，稍安勿躁啊！苏老，您交个底，荔枝筹咱不买，那荔枝转运什么时候能投啊？事缓则圆，给李大使一些时间，我相信他的为人。诸位放心，不到黄河，绝不心死；不撞南墙，绝不回头。小老，绝不轻易放弃。李山泽，苏老的是不是还跟你闹脾气呢？此事是我有愧于苏老，我今天就去找他当面认错，解释清楚。哎，苏老，你来了。苏亮，特来看望李大使，还给李大使带来一样别开生面的东西。嘿，这什么别开生面的东西？城中百姓把它叫做荔枝筹。堂堂岭南刺史，竟做出如此下作之事。这荔枝转运本由你我经办，此人竟当着你我钦差的面，想从中获利，吃相竟如此的难看，可想而知，平日里没少跟百姓争利呀。李大使，你放心，等某回了长安，定会禀告右相，办了此人。这按常理来说，应该回长安，再找他清算。但是现在荔枝转运这事儿，他迫在眉睫呀。你说这一发愁啊，那等于把苏老之前的这些功劳全给抹掉了呀。是我们是不给他商路，但是我们得给人家相应的这个利益回报吧。毕竟人家之前对我是两肋插刀，
你说这一发愁，这人人都受到好处了。以前没出过力的人，现在也有收力。那苏老他心里他能舒服吗？他这一不舒服，他就不给我双层瓮。你不给我双层瓮，我怎么运荔枝嘛？双层瓮。某在转运荔枝的方略上看见过此物，若是没了它，那荔枝只能保持7天的鲜度。是啊，那此物是转运的关键呀。这双层瓮，只有苏老有吗？是啊，只有他有。那个外邦也有。那你外邦运过来，他来不及吗？这事儿麻烦了。看似节选之急，实则昼夜之患呐。要不，何有光这事儿得给他叫停。得叫停啊！叫停啊！何有光是刺史，某只是内廷的一个常侍，某管不了他。你怎么管不了他？你现在不是常侍了，你是都使啊！都使你得督导这件事情啊！你说何有光现在他在岭南，他这不就是煽动百姓吗？这是大肆敛财，这跟愚弄百姓有什么区别？你是都使，你得督导这件事儿，查办他，你办他呀！某就怕别人说某独断专行，滥用职权呐！谁敢说？谁敢说？我有银牌，谁还大过右相吗？那不行，回长安，我给你作证，办他，必须查办他。李大师。只要你愿意替某作证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某也闯了。秦道受人之托，要见何刺史，劳烦门役通报。何刺史公事繁忙，岂是你一个小道士想见就能见的？那便劳烦门役向何刺史带一句话：范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道长，请随我进来。关门。让。你们都下去，任何人不许打搅。何有光，拜见道长。范阳郡的那位贵人说，天机将至，问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某苦等贵人10载，未曾有一日懈怠。如今，终不辜负贵人期许，兵御府业已在手，水师皆在掌控之中，随时听候贵人调遣。赵尚书，有何急事唤我过来？刺史不知道怎么了，在后院闭关不见人，就是连某都不见。啊，连你也不见？听门房说，那日来了一个小豆童。刺史见过他后，脸色就不对了。赵尚书别急，何刺史
定有他的考量。母现在是着急荔枝绸的事儿，大胡商不进场，百姓便在观望，如今才迈出一场。这个时候，刺史闭关，定是遇到了他心里觉得过不去的大事儿。你我都是他的左膀右臂，此刻要替他分忧的。赵尚书所言极是。不过我就不明白了，这赚钱的买卖都送上门了，那些胡商为何不买？还不是那个苏亮，他觉得荔枝转运的经费是他出的，他就要获最多的利益，所以联合其他胡商共同抵制咱们的荔枝绸。这个老狐狸还想在咱们的地盘上成精，我带人去把他拿了，杀鸡儆猴，这样其他人也都能老实了。但要拿苏亮，势必惊动李善德。李善德现在手里有右相的银牌，今非昔比啊。赵长书可有办法？有倒是有，但对付苏亮，要师出有名。出什么事了？哈哈嘿，杨校尉不请自来，有何贵干呐？苏老，我们查出了一支你旗下的商号，发现你们竟伪造了通关符牒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小老，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。苏老，你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你伪造符牒不说，还在上头伪造了李大使的名讳，谎称是替荔枝使做事。这样的符牒，你竟敢伪造出5份，当真是胆大包天！你开玩笑，小老胆子没有那么大，一定是你们指鹿为马，误入歧途了。我刺史府办事，向来讲求证据，真相如何，一查便知。还请苏老跟我们走一趟。这是要给谁通风报信啊？我要见李大使，全都给我带走！李大使，让我去见李大使！干什么？偷奸人命！怎么样？认购的契书都看明白了吧？有什么异议吗？顾老，还是没有找到苏老，怎么可能找不到？再找。是。不用等了，苏亮来不了的。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，千万别学他。这喂到嘴边的汤不喝，结果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。荔枝转运的事儿折腾得够久了，这中间你们也跟着转来转去的，如今也该下个决心了吧？这回买了荔枝绸，也算是尘埃落定了啊。诸位若是想明白了，就签吧。赵长说，何刺史让您去后院找他一趟。哦，哎呀，
刺史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追随你10年，从未见过你这般模样。我打探过了，这个于都使不简单呀，来者不善，协助转运荔枝是假，冲我来的才是真呢。难道是右相？如果我到了，你也保不住，赶紧带着自己的妻儿跑。刺史，某不是贪生怕死之人。当年某怀才不遇，在岭南举步维艰，纵有鸿鹄之志，也难有展翅之计。是刺史提拔了某。刺史对某的知遇之恩，某心怀感念，愿以身报恩。你跟随我多年，我不想连累你啊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是再不走，你可就走不了了。愿俺何刺史坚守到最后，与于都使一决高下。哎呀，好啊！不枉我培养你多年，提携你多年呐！我是在跟你说笑呢。就那个狗屁于都使啊，我什么时候把他放在眼里了？我分分钟捏死他。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大事儿。我昨天夜里做了个梦，我梦见一个老神仙到我面前，跟我说，我的长相酷似当今的圣人。你怎么看？仙人啊！仙人所言，自是假不了。在我看来，刺史的样貌和当今圣人真是有那么几分相似啊！朕就是神。你说，如果这个仙人所说属实，那我长年累月的窝在这个岭南，给右相当看门狗，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？啊！老赵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来，过来看看。韩愈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听说过这首诗吗？王长龄写的，他当年被贬江宁以后写的。一片冰心在玉壶啊，说他自己心若怀冰，操守纯正，牢骚圣人，似暖还寒，纵容无事。这不就是在说圣人不识忠奸吗？可现实是什么呀？你再看一看，这湖冰化水，一缕一缕流出来的，不都是一条一条向贵人效忠的人脉吗？我为右相犬马多年，处处被这老小子钳制，现在弄个烟货来，是要卸磨杀驴啊！老赵啊，
你胸中有锦绣，背后有乾坤，你是个人才呀！现在时机已到，为何不跟我一起搏出一个名堂来呀？啊！老子疯疯癫癫做这个刺史做了10年，你以为我真的全心全意都在乎那些机宝吗？我与范阳君那位贵人相识已久，这么多年，无时无刻不在惦记谋划这件大事儿。在海上，我的这帮海盗兄弟完全可以为商船保驾护航，我为什么还要水师呢？我只不过是用此机会，向右校那儿讨得冰玉符，这样我就可以把整个水师的人换成我自己的人，从而达到掌握水师的目的啊！还有，咱们经营商会那么多年，积攒钱粮，为的是什么呀？也是为了举大事而备。至于那个什么狗屁荔枝使，我为什么要阻挠他转送荔枝去长安呀？我是怕这件事引来太多的外人进入岭南呐，他们会坏了我的大事。如今范阳君起事在即，倒是天下大乱，我正可借势而为。老赵啊，当年老子做海盗，靠的就是枪。我抢来了船，还有了兄弟，上了岸还是靠枪。我抢得了一个刺史的头衔，老子隐忍负重，卧薪尝胆10年，还是要抢。这次老子要当这岭南的圣人。昔日太宗带100余兵，便能取得天下。今天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兵，我们有粮，我们还有钱，万事俱备，地利人和。第一步，我就要瓮中捉鳖。老赵啊，如果你能帮我，那我就有了任何。愿誓死追随何刺史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好。夫君，出事了。何有光今日跟母透底了。他真的反了。你去的地儿，水和食物我都备齐了。你放心，过不了几日，母就去接你。我不走。夫君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不都说好了的吗？只有你安全了，某才能一心的应对这次危局。若是万一……我等你。我们都等你。今日本来就打算做点好吃的，告诉你一件喜事。我有身孕了。
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前2日，我去道观进香求签，提签的道士说我有天丁多福之相。我都一把年纪了，就当他是为了讨个口彩。夫君，你今日刚离家，我便开始作呕，想起老道士的话，便去看了郎中。结果，我老赵盼了半辈子，没想到你还能给我赵家续上香火。你放心，某一定保你养脸周全。于都师，刺史府赵长书求见。他说了，今日不是来替何刺史送财的，他是来替自己送诚意的。正想找他呢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如今他被何刺史推到前线破局，他应该知道于仲没有异议，看来是个识时务的人。哎呀，这几日耳根子清净。也多亏他送来这只鸟，给毛解闷呢。让他进来吧。让他进来吧。惹。李大使，李大使，你现在这只卖完，我们都得去查。于都使请你过去，说有要事相议。是苏老的事儿有眉目了。苏老被刺史府的人抓走了。什么？啊？于都使，于都使。哎，赵长书，不是，你们怎么把苏老抓来啊？李大师莫急，这一切都是何有光所为。不是，他这是耽误荔枝转运，我禀告右相呢。李大使，莫要白费力气了。何有光现在连圣人都不放在眼里，他敢？他这不是谋反吗？他就是要反。什么？何有光要谋反？他已经动用了手中的冰玉符，调水师扣案集结。一旦举事，岭南必须封锁。倒是别说苏老，就是2位的性命也堪忧啊！某作为刺史府的长书，对岭南百姓的安危负有责任，所以前来报信，请2位大使尽快想出对策。那这个消息赶紧传回长安呢。就算把消息传回去，我们也等不到援军了。李大使，何有光已经约某赴约，怕这今晚就要动手了。如今，我们只能想办法自救。这个烟火，自从来到岭南之后就惺惺作态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想见我，何刺史，举事在即，长安的人可都是祸患，不如我直接带人给他们清理利索。你不可贸然行事，他必然留有后手，否则他不会送来盐田。今天水师就会登陆，到时候兵马齐全，再动手不迟。某与赵长书在城中想破局之法，李大使，你有右相的银牌，今日水师登陆，一定要想办法拖住他们。那你这是鸿门宴呐，这去了肯定有凶险的。杨校尉，你带人奉承，今天夜里，任何人、任何消息，不能流出岭南。是。某是唐人，虽是残缺之身，但大义当前，某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李大使，你即刻动身。若是今晚事有不协，某死在何有光手里，赵长书会传信于你，
你带承恩直接回长安，向右相禀告此事。封城了，看来这何刺史是下定决心，今日要与我们鱼死网破。小的该死，说起话来没个避讳。不用有什么避讳。这过江之鲫是鱼，湖中锦鲤也是鱼，这海里巨鲲还是鱼。某这条鱼，岂是他能轻易网得住的？这燕帖其实是我们送去的，您明知何刺史会反，为何还要行此险招，将自己立于危墙之下？这个何有光跟右相往来甚密，若是报上去，恐牵连右相。倘若我们能把此事按住，再禀告右相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？可是功劳虽大，胜算可太小了。咱们几个人势单力薄的，如何能和何刺史的兵马抗衡？富贵险中求，某等这次机会，已经等了很多年了。纵是以命为注，某还是要赌一赌。就看今晚谁的命更硬了。老赵啊，今天晚上水师一登陆，你就带着府兵去戚风阁，把那个燕货给我杀了。惹。于都使，何刺史，几日未见，甚是想念。哎呀，于都使啊，何某几经坎坷才能见到于都使啊，有幸之至。哎呀，何刺史，哪里的话？请，请。哎呀，何刺史忙里偷闲前来赴宴，某要感谢何刺史赏脸了。哎呀，于都使，太客气了。自从于都使到了我岭南，我就一直寻思着想找个机会，让于都使尝一尝我岭南的佳酿，可没办法呀。于都使忙啊！今天于都使给机会，何某敬于都使一杯。饮上，饮上。赤峰荔枝使李善德拜见水师都督，还请都督班师回营，莫要自误啊！荔枝使，一个卖果子的，也敢命令起本都督来了？我虽然是个荔枝使，但我身兼替右相巡查岭南之责呀。水师应该在海上游江巡弋，今日却莫名登陆调解，这违背军律。我是来给都督提个醒。我们是奉命行事。那我直说了吧，何有光蓄意谋反，右相早已知情，就等他自投罗网。您要是一意孤行的话，
就得替自己身后的事考量了。你们定无胜算的。你说何有光谋反，可有证据？都督，你要是再往岭南踏出半步，就是反心已决。这一步错，万劫不复。我们只听命于冰于福的调遣。都督，还请三思啊！我们尚未见过何刺史，为何听此人的一面之词？你们只管依命行事，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。右相特意交代了4个字：骑驴打狗。到了岭南，某领悟了右相的深意。赵尚书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你要抓紧去办呐。老赵，把这个烟货给我拿下！于都使落了一件东西。似催人瞧，浮华过眼，雕琢成沧桑。平凡可抵漫长，悲欢皆不知你的模样。世间纷扰难收场，我愿。